英美打出组合拳，再次触碰中国红线，霸权阵营打错算盘，我们的胜算为何会因此增大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美西方阵营集结起来，共同对华发难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当然，美西方需要明白，中国如今对待挑衅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。加拿大的例子呢，就摆在眼前，其扬言驱逐中国外交人员，结果没几天，中方立即宣布对等反制举措，并保留进一步回应的权利。即便是一般性的挑衅，中国如今呢也不会坐视不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人挑战中国核心的利益，结果会是如何呢？近日，美国和英国不约而同地向中方红线问题发起冲击。据悉，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将会在不日内访台。尽管特拉斯是英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位首相，但是他对华的强硬姿态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任首相。谁会想到特拉斯即便是卸任了，也依然没有死心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其实是西方政客的一种惯用的套路。他们常常寄希望于对华强硬，进而为自己博取名声，赢得选民的支持。不排除特拉斯呢也存在类似的考量。另一边呢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又来闹事儿了。在声明当中，其强烈的怂恿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。布林肯的居心显而易见，他们正在一步步地将中方的内政问题推到国际台面上，从而带动各国共同插手中方内政。英美再次触碰中国的红线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在中国加速崛起的大背景下，美国联合盟友打台湾牌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。既是因为这涉及到中方的红线，能够大概率的阻碍中方的崛起进程，同时呢，也因为在中美的较量当中，美国逐步滑向无牌可打的境地了。但是我想告诉美国乃至一切在中方红线问题上起了歹心的国家，频繁地试探一个世界级大国的红线，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。有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几十年没打仗，所以呢，他们不把我们的战略威慑力当回事儿。但是他们要清楚，早在上世纪中国军力相当薄弱的时候，中国就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，西方需要明白，中国人民无论何时何刻都会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，特别是核心利益。我们都是靠着这股劲儿打赢美国的。如今呢，中国军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甚至呢有望在2035年和美国实现平起平坐。试问，现在的美国有何胆量在这个时期向中国的红线发出挑战呢？更别提现在美国麻烦缠身，中东守不住，后院呢也蠢蠢欲动，加上美国内部的枪支暴力频发，债务危机高悬，稍不留神，美国就有被这种危机淹没的风险。这种时候，美国打上中国红线的主意，可谓是打错了算盘，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。换句话来说，美国实施了错误的战略，就相当于是提高了中国的胜算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